在涩谷这个全东京人流量最大的商圈，藏着世界商场版图里的一个异类。这里是日均客流量近10万的潮流地标宫下公园，也是我在东京最爱的散步地点之一。它是一个长达300米的狭长商场，它也可以是一座被抬高了4层楼的空中公园，也同时这里是一个微型的街头社区。总之，这里的氛围跟东京任何一个地方都截然不同。而在公园的尽头也开着一家同样年轻且不循规蹈矩的酒店 Sequence。 欢迎回到一宿一街第5期。顾名思义，我将在这个系列里讲述一家酒店和一条街道的故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早 Q， 欢迎回到一宿一街第5期。好久不见，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东京宫下公园。要理解宫下公园的异类，得看它刻在骨子里的基因。早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前夕，为了给急剧扩张的涩谷商圈腾出车位，规划师们决定直接把公园的整体抬高，盖在公共停车场的楼顶，而全东京的第一座空中公园就这么诞生了。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宫下公园前身，它也真的就是一个公园。但随着半个世纪的设备老化，这里一度沦为布满流浪汉帐篷的荒凉死角，一个在都市最中心的荒废之地。它深深阻断了涩谷和元素之间的人流流动，而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，政府没钱修缮，那就由民间资本出手。三井不动产利用日本的立体都市公园制度，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都市创新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最底层依然保留了停车场，而在1到3层，他们强大的招商能力塞进了近90家最懂年轻人的潮流街区，而原本被挤压的公共公园被完美的平移到了4楼的屋顶。不仅保留了滑板场、攀岩墙，甚至还塞进了一片在都心极其奢侈的空中沙滩。而在这个狭长绿洲的北端尽头，就顺理成章地长出了我们今晚要入住的这一座18层高的 Sequence 酒店。这里容纳了我无数次自习的咖啡店、2家西餐厅，还有一个非常 fashion 的顶楼酒吧。在我身后就是我们这次要入住的酒店宫下公园的 Sequence。它跟宫下公园的这个项目其实是同一个物业，所以你也会发现它就在宫下公园的正上方。从公园这一侧进入酒店，你会发现这里完全不像一个酒店会有的空间。那里的确，这家叫做 Villa Park Stand 的咖啡厅是一个完全向城市敞开的社区化空间。而这里最聪明的地方就是彻底抹去住客与路人的物理界限。这个空间用开阔的体量、整面的大落地窗，配合上这里长条的木质工作桌，还有窗前的阶梯型休息区，让这里已然成为了东京很多独立创意工作者的临时工作站，以及周边居民日常看书发呆的延展客厅。那这里也是我在宫下公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。我经常会在这里点一杯咖啡，看着窗外错落的绿意和远处涩谷流动的车线。我也就在这里敲完了很多期的视频脚本，或者修改我的论文。在这一层中，除了咖啡馆，还有2个区域。在进店门口的位置会有一个小的精品店。除了酒店的周边之外，这里还有很多灵感来自涩谷的小设计。我很喜欢的是，这里有很多涩谷的忠犬八公像相关的周边，很可爱又适合当伴手礼。而走到最靠里的位置就是办理登记入住的地方，这里的氛围还要更冷静得多。在这个空间里，混凝土、金属和直线构成的克制秩序分割了嘈杂，将氛围带来了更有私人属性的空间。办好登记入住之后，电梯的2侧这里准备了房间的备品和茶叶、咖啡。说起这家酒店的登记规则，其实很有意思。它所有房间的入住时间是在当天下午的5点之后，而退房时间是在第2天下午的2点之前。所以在进入房间之前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带大家去好好逛一逛宫下公园。若从高空俯览，你会发现宫下公园是一座标准的立体都市公园结构的建筑。从外面望去，它呈现出一种极致的半开放性。它没有传统商业体厚重的混凝土外墙，而是用一组极具工业感、长达300米的巨型椭圆形的钢筋拱门，把整座建筑罩了起来。所以从观感上来看，你会觉得它仿佛消除了建筑和大自然和城市天际线的边界，让整个商场实现了完美的自然通风和光影流动，完全打破了传统商业盲盒的压迫感。这是我最喜欢它的部分。宫下公园
这座300米长的巨物，算上楼顶的花园，被分为了4层和南北2个街区。靠近涩谷站的南侧极其热闹，1层是全长100米、深夜也依然人声鼎沸的涩谷横丁，往上走则是 Kiss 的旗舰店，这类高能量的潮流先锋。而一路上北延伸，氛围则变得高级而冷峻。Louis Vuitton 全球首家男装旗舰店 Prada 和 Gucci 齐聚在这里，而他们的店面也是脱去了大理石的厚重，做成了街头的复合店。而顺着这个逻辑走上去，2层和3层的狭长走廊连接着无数独立餐饮和潮流买手店。除此之外，在2楼的北区，这里还有大量的用快闪店铺来取代传统店铺的区域。从北侧一路走向中庭，可以让你在逛店和远眺铁轨之间自由切换。而到了4楼的屋顶，消费主义则瞬间退场，完美平移变成了一片有滑板场、攀岩墙、空中沙滩的野生社区。屋顶上还有一家气氛同样非常好的星巴克，所以这也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。在宫下公园，不同的场景被完美的装进同一个线性容器里，高低错落，彼此流动。而作为东京的潮流基地，宫下公园里有几家我非常爱的小店，每次来散步都值得专程去坐坐。首先是室内的快闪区域，就会有开盲盒的新鲜感，里面真的藏着很多有意思的小东西，像之前网上很火的箱子贴纸，还有各种小的潮流手办和独立的设计商品，真的还蛮适合给朋友买点小东西做礼物的。再往前走走是 Martin Cam， 这是这2年在首尔和全东京非常火的韩国高阶品牌。宫下公园的这家店也是他们在日本的第1家，也是海外首家的正式永久旗舰店。要知道他们之前在日本的几次快闪店全部排爆，就知道他们在日本真的非常火。而且这家店还推出了东京的限定商品，虽然这是个韩国品牌，但来东京还是非常值得一试的。逛累了可以去旁边的咖啡 Kissning 小狐狸咖啡，这个咖啡品牌是一个地道的法日混血，它由法国音乐人和日本建筑师在巴黎创立，而他们家的首家咖啡店又在东京开业。或者你也可以去这里，还有 Kiss 的冰淇淋店 Kiss Trace， 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个全球顶流的潮流买手店。他们在这里有一家冰淇淋店，这里的招牌是把各种美式脆谷物麦片搅碎，现场用高速脱水机混进浓郁的牛奶冰淇淋。作为一个潮牌店开的冰淇淋店，它真的是非常优秀的存在，你们一定要去试试。而如果你是黑胶爱好者，那你绝对不能错过在3楼的 Face Records， 这家店塞满了各种流派的中古唱片，更是老涩谷黄金音乐时代灵魂的缩影。这里的选品非常毒辣，除了中国的爵士乐和灵魂乐，还塞满了现在全世界都在疯狂淘金的日本80年代的原版的 City Pop。 在这个被流媒体和推荐算法高度格式化的时代，手指划过带有岁月痕迹的纸质唱片封套，那种沙沙的物理摩擦声是高度数字化生活里难得的踏实感。所以我最开始买唱片的契机，其实只是拿它当做一件标志性的周边。而至于在这里该吃什么，首先我肯定不会特别推荐大家去吃楼下的大排档。这家海南鸡食堂是我经常会来吃的餐厅，他们在晚上的时候是有可能会排队的。然后从这边走下去，这一整条街里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餐馆。下午难得的用餐时光，我们今天就不吃常规的海南鸡，带大家去楼下的 Park in Park。这家店光是名字就还蛮吸引到我的，它在 Miyashita Park 里面用了一个很好玩的谐音梗。这家店的菜单非常有趣，它是以我们熟悉的中华料理为基础，但同时揉进了大量的东南亚风味的亚洲料理。这家店空间利落，被处理成了一家极具当代审美和时尚感的小店。点上几道酸辣克制的亚洲风味，坐在窗前，他们的午餐价格也非常划算。他们这个泰式炒粉拿上来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感觉，看起来很香。这家店在中午只提供一些简餐，但是到了晚上，他们的料理会更加丰富一些。他们的选酒也还是蛮有品味的，建议大家可以晚上也来试试。吃过饭之后，我们也正好到了可以入住的时间。前面提到过 Sequence 这个品牌打破了传统酒店下午3点入住的陈规，把 check in 的时间往后推到了下午5点，为的是第2天可以有一个懒觉的时间。在前台处领取好备品之后，我们就来为大家解锁这家酒店的房间。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， 那其实现在就已经做完了。那这个房间其实就这么大，它总共的房间面积官方说是 12.3 平米。那实际上进来的话呢，我会觉得有可能它每个房间的面积会有一点点差异。那就此你们就可以看到，这个房间它总共就是1张床，然后一个大概50公分的过道和旁边的这个洗手间组成的。如果你带了一个比较大的托运箱呢，那这里其实是够呛能够展得开的，我的包也只能够被挂在这里。坦白讲，这间房真的非常小，它的物理面积大概也就2到3张床那么大。这是这家酒店你能够订到的最便宜的房型，它只能允许1个人入住，但它还真的有点莫名的梦想中的1人小屋的感觉。进门的右手边是房间的洗手台、梳妆镜，
紧接着是一个透明的浴室，拉开门，里面有透透的卫洗力马桶和带顶喷的花洒。床尾处这里有一个小型的写字桌，拉开抽屉，里面放置着睡衣、毛巾、杯子，就连冰箱和保险柜也被放在了洗手台的下面。这个房间绝对可以说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了。而我很喜欢的一点是，它虽然妥协了房间的面积，但在房间的质感上其实没有丝毫的退让，整个空间被剥离到了极致，裸露的工业质感里揉进了大面积温润的木质，正好平衡了冷调线条的生硬。非常绝妙的布局是这样紧挨着落地窗的床铺，设计团队非常大胆，他们彻底取消了多余的床头过道，把最核心的睡眠区推到了城市的最前线。当你躺在上面，身体和外部世界仿佛只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，脚下电车不断穿梭的银色痕迹，抬头是涩谷的霓虹地标，有种睡在天际线边的奇妙体感，放大了空间的视觉边界。那不过当然有一点，这是这个酒店最便宜最小的房间，那他在入住的时候呢，也只能选择一人入住这样的一个选项。从他们的官网图片上来看，我其实会很喜欢他们30平和50平的那两种房型。当然他们其实还会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选择，就他们会有一个 bunker room。如果你们看到我频道当中第一期一宿一季的内容，那是水道桥的 Sequence， 跟这家酒店是同一个品牌。这个品牌的 bunker room 会是他们非常非常特色的一个房型，虽然价格也不便宜，但是能跟4个或者6个朋友同住一间，其实也是蛮开心的，而且平均每个人的价格其实也算相对比较划算了。而当你真正住在涩谷，你会发现这里的夜晚才是它真正的华彩章节。除了周边的氛围转换，在酒店所在的建筑顶楼，这里还有一个酒吧，也是我这次入住之后的意外发现。乘坐电梯来到18楼，推开门，这是一个叫做 Soak 的天空露天酒吧。这里和楼下的极简完全不同，一点也不冷清，谈不上克制，眼前的景象反而像是一个把涩谷的黑夜物欲无限放大、充满张力的未来主义幻境。哇，我感觉这个上面比它的图片看起来还要更有虾了一点呢。这里晚上真的还蛮多人的，基本上是日本人的感觉。我也确实感觉就是这家店似乎在华人圈里没有那么出名。而这里不只是酒吧的装修概念很时尚，他们的餐食和鸡尾酒也完全没有在输的。我们点了2杯酒，他们的调味在风味上和结构上都相当高级，其中一杯还专门用干冰做了视觉，把它放在窗前，杯口流出的烟雾和窗外涩谷的层层叠叠的迷幻霓虹糅合在一起，颇具赛博朋克的气氛感。而真正让我觉得震惊的是，这家开在顶楼夜店的意大利料理居然做得很地道。我们点了一份奶油牛肝烩饭和一个烤鸡肉卷。本来对酒吧的食物没抱太大预期，但这盘意式炖饭的米心口感保留的恰到好处，吸饱了酱汁。牛肝菌的香气在奶油的包裹下，在口中也极其浓郁。哇，讲道理，我其实本来觉得这作为一个酒吧，他们这里的餐饮可能会比较差，但说真的，这份烩饭好香啊！这个烩饭真的还蛮好吃的，它的那个芝士味超级重，很明显黑胡椒和黑松露的香气。其实它的米是会有一点点加深的，但我觉得它加深这个程度是正好的，就没有让我觉得吃到那种很硬的心，但是它的这个米又很有嚼劲，肚子来这里吃晚饭也是没问题的。烤鸡肉卷则是外皮焦脆，内里汁水丰富，它在中间还使用了一些草本作为香料，在口味的层次感上也是非常不错。它的这个鸡肉是拿那个鸡腿肉卷起来的，所以吃起来还蛮多汁的，上面放了一些9层塔的碎做调味，吃起来会有一点点的东南亚风味，总体还是蛮好吃的。而这家酒吧的名字 Soak 意为浸泡，也是因为它是真的有一个天台的泳池在这儿，他们会在这里定期举办一些活动，感觉真的是个蛮不错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在这样一个主打次时代的夜生活高空重力场里，能吃到这样一顿完全不敷衍的高水平一餐，确实是我这次行程当中一个不小的意外。这个酒吧会有大约人均1000日元的入场费，除此他们的食物跟酒水大约在1000到2000日元左右。我们在今晚总计花费7000日元。当新的一天开启，拉开窗帘，头顶的太阳重新在涩谷升起，也得益于这家酒店延迟到下午2点才退房的制度，在这里可以获得一个绝对不会催促的清晨，而且这家早餐可以做到12点钟之前营业。
但我其实会更建议你11点半之后到达，直接吃他们的午餐。3300日元一位的早餐其实性价比一般。你如果先去楼下喝杯冰咖啡，等到临近中午再上来，他们的午餐最低消费从1900日元起点，点一份爽口的番茄意面，坐在窗前，一抬头就能正对着整片宫下公园的高空悬浮陆地，在天空公园的上空吃一份早午餐，用高空绿意和呼啸而过的电车下酒，这才是涩谷最该拥有的早晨。交回这家酒店的房卡，我们在涩谷上空打包的这场白日梦也到了该醒的时候。在涩谷这个全东京最紧绷、人流量最大的巨型商圈里，宫下公园用教科书般的垂直结构，在这片高度工业化的秩序里撕开了一个豁口，而 Sequence 酒店则严丝合缝地把一种年轻不谄媚的松弛塞进了这个300米长的线性容器中。从深夜18楼直面赛博光影与巨型雕塑的震惊，到清晨面对着这片都心绿地慢吞吞吃下一份番茄意面，在这种极度繁华与绝对降噪之间的反复横跳的戏剧性，大概就是一宿一街能够带给旅人最好的慰藉。街道消融在公园里，公园中长出了这家酒店。这里是一宿一街第5期，祝大家一宿好眠，我们下期再见。